蓝湛赶到市中百货大楼的时候，人已经被从天台上救下来了。小姑娘看起来很年轻，哭的妆都花了，被女警官揽着肩膀，一边往警车方向走一边安慰。旁边的气垫才放掉了一半气，虽然如果人真的从这么高的楼顶跳下来，气垫并不会有多大用处就是了。周围围观的群众被警察们指挥疏散，唏嘘吵闹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明明啥也没看到，见到热闹就往上凑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蓝湛不动声色地环顾周围，跟着从警车上下来的助手询问情况回来，报告道：“队长，人没事，已经全部解决了。”蓝湛点了点头，顺着百货大楼的楼身往上望去。现在是凌晨1点，这里是 M 市最中心的商业区，而此地是 M 市最高的建筑物之一。10好几层的高楼，在深夜根本看不到楼顶，人若是掉下来，半条活路都没有。蓝湛是省里刑侦大队的队长，为人刚正不阿，逢乱必出。他是碰巧跟着局长来到 M 市视察，傍晚才抵达，半夜便接到了报案，说百货大厦这里有人要轻生。本来这档子是不应该归刑警管，更不归总局的刑侦大队掌管，但是蓝湛听说了此事，跟局长打过报告，也不带人，领着个助手就来了。才刚到，这事就已经解决了。蓝湛丝毫没有白跑一趟的无奈或沮丧，他确定过高楼的情况，问道：“是谁报的案？”助手一愣，显然不知道，于是蓝湛便亲自去找负责人了。蓝湛此人样貌极好，气场强大，能力出色。自从进入总局以来，稳坐警草宝座，俘获无数警花芳心。偏偏他本人好似得道高僧一般不为所动，每天上班下班办案，一丝不苟，像个无情的工作机器。所以当负责人见到这么一位气度不凡的同事，几乎毫不犹豫的就认定了这是上层的人。蓝湛站定行礼，简单说明身份，把方才的问题重新问了一遍，报案人是谁？如此一问，负责人竟隐隐有点紧张了，开口居然打了个瞌，是轻生者的闺蜜。蓝湛点头，人在哪？人没在本地，电话里说是接到了朋友打来的轻生电话，才报警的。楼顶还有人在吗？有，我们局刑侦队队长在上面。也是刑侦队的。蓝湛一顿，皱眉道：“上面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不，负责人话头一顿，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其实把要跳楼的姑娘救下来的，就是我们刑侦队队长。楼顶的风比平地要大得多，不过初夏的季节，温度刚刚好。蓝湛推开楼顶大门的时候，一眼便看到了一个背影。那背影被挡在栏杆后面，坐在天台边缘，衣摆被风撩起，其下纤细又肌肉匀称的腰身时隐时现。从后面望去，圆月挂在天边，倒是不错的风景。仿佛是听到了来人，背影微微一动，那人转过头来，鬓角扫过脸颊眼尾，许是痒的，双眸微微眯起。蓝湛才看到这人双腿已经搭出了楼外。这人还当真是不怕死的。还没等蓝湛开口让他麻溜地翻进来，不怕死的那人却好像看清了什么，一咕噜就爬了起来。下一秒他就越过了栏杆，熟练的仿佛做了无数遍，来到了蓝湛面前。哟，蓝湛听见那人说：“好俊的美人。”次日早晨 ，M 市警局，魏英偷着打了今早第3个哈欠，早会终于结束了。面无表情的总局刑侦队长连半个眼神都没分给他，跟着局长就要出门。魏英赶紧追上去，从后门溜出去堵住了他们。局长好。埃兰警官，留个步。总局长是个大腹便便的老警察，姓王，功勋多的能挂满整件警服，不过年纪大了，大抵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。他为人十分热情实在，不摆架子，也绝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据说早年也因此吃过亏，但老天有眼，这位老警官在外好评无数，地位甚高。跟隔壁省的总局长蓝启仁尤其熟，2个人时常逢年过节走动，见面最好的礼物就是下棋，一边下一边聊天，聊着聊着，蓝湛就被归到此人麾下了。据王局长说，蓝湛小时候他还抱过好几次呢。王局长特别喜欢年轻人，尤其是活力四射有能力的年轻人。虽然蓝湛不符合前者，但是他能力上佳，深受老局长器重，而为无限，显然2者都占了。所以对于他如此轻浮的招呼，局长也不生气，反而笑眯眯地问蓝湛：“熟人？”
蓝湛摇头，不熟。魏婴嘿嘿道，局长，我们俩昨晚才刚认识的，有点误会。我想着跟蓝警官说清楚，交个朋友。您接下来有要紧事忙吗？老局长摆了摆手，留下2个年轻人，自己负起手，看起来颇为欣慰地走了。阵场的一走，魏婴就原形毕露了。他笑嘻嘻的一步走进蓝湛，道：蓝警官，你也太冷淡了，好歹咱们也有一面之缘呐。蓝湛不动声色地后退一步，拉开安全距离，皱眉道：请问有什么事？哦，我是来道歉的。见蓝湛不说话，魏婴便自顾自地接下去了。昨晚上我是路过，看见警车灯了，就顺便过去看看。那姑娘分手了，想不开，我上去的时候她哭得梨花带雨的，半只脚都悬空了。这不行啊，我这个人最看不得姑娘哭了，就趁她分散注意的时候把她拦下来。好好，我说重点，你别走啊。魏婴一把拽住欲走的蓝湛，语气严肃了些，其实昨晚我也有点想不开。蓝湛一顿，缓缓转头看他。魏婴眼神不转地看着他，叫蓝湛不由得想起昨晚刚见到这人的时候，头顶映着月光，脚下是望不到底的死亡。当时他转过头来，目光也是如此。若是这人那时，我是在想，我这么帅的人，怎么连个对象也找不着呢？但是没想到老天爷这么疼我，让我遇上个大美人。我更没想到，这美人居然是我上司，失礼，不好意思啊，蓝队长。主要我也没想到这是能惊动总局里的刑侦队长，也没人跟我说一声，我要是知道，绝对不会那么叫你的。哎，你怎么又走了？蓝湛扭头就走，看起来是一点也不想再聊了。他是太天真了，才会觉得这人嘴里会说出什么正经话。而魏婴追在后面，不依不饶，别走呀，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不会给我穿小鞋吧？哎，哟，好俊的美人。凌晨1点 ，M 市最高的百货大楼上，魏婴脱口而出这么一句，蓝湛瞬间沉了脸。旁边的助手目瞪口呆，他入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谁敢在蓝队长面前这么放肆妄为。咦？紧接着魏婴又出声了，你也是警察局的？这么巧，还是同事？生面孔，新来的？叫什么？哪个部门的？多大了？有兴趣交个男朋友吗？问到这一步，魏婴突然住嘴，因为他发现面前这位美人表情有点吓人。半晌，他又道，没有兴趣也没关系，你也不用这个表情，我不会潜规则你的。美人一言不发，扭头就走。魏婴被扔在楼顶上，摸不着头脑。同样被扔下的助手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急忙开口，第一声惊得有点破音，这是我们省里总局的刑侦队大队长，这几天下来视察，不是新来的，靠，不早说。然而等魏婴追下楼去，蓝湛已经跟着第一批警车回局里了。助手手机里留着上司几秒前发来的信息，欲哭无泪。为什么他也跟着被丢下了？他想睡觉。